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的行情依然是跌呀。不过我估计这几天大家的心情应该都适应的差不多，都已经疲劳了、麻木了，对吧？这几天该吓尿的吓尿，该割肉的也都已经割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人呢，除非你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崩盘了，否则呢，我看这个趋势呀，应该是空到头了。很难再下跌了，当然了，不排除进一步大崩跌的可能性啊。那我今天的节目主要是来给大家播报一些实质性的快讯。那这些消息呢，是有助于大家明确接下来的操作方向、投资方向的。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昨天节目中提到了的欧易笑了，对吧？你看，我昨天说到了欧易被习近平招安了，你们还不信？有些人还给我留言说，哎呀，不可能的，这了那了，加密货币是去中心化的。结果呢，你们看，欧易这几天已经有消息传出来了啊，全面上线北京交易所了，并且呢，欧易全线的币种，从我昨天提到欧易笑了以后，到今天啊，出现了大幅的暴涨。欧易自己还辟谣说，自己没有加入北京交易所。不过呢，在中国呀，辟谣就是实锤，大家也都是懂的。同时呢，我昨天节目中还提到了 DYDX 这个币呀，也暴涨了，动不动就是20%到30%的涨幅。不过到现在呀，面具人就不建议大家再追高了，时机错过了，就等下一个机会。所以说呢，想要得到最及时的发财讯息，就要多看面具人的节目。看面具人的节目就有可能赚大钱、发大财，更别说我一高兴还会在节目中送出去几百美金，甚至上千美金。只要你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比如 Facebook、Twitter， 还有 Telegram 群、Discord 之类的，并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奖。本月的大奖是 Axie 植物类的蛋，我再加注500美金吧。到时候再抽一个转发的观众，送他500美金，直接转账啊，绝不作假啊！我转账的那个区块链地址会公布出来的，大家努力转发哟。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好，先来给大家说第一个消息，对币圈来说，这个消息算是个噩耗吧，那就是大家都恐惧的美联储加息的事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再次强调，美联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要开始逆转宽松化的货币政策，并且鲍威尔还预计2022年将加息2次。看，整个美国要加息2次啊，这个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了。并且鲍威尔还呼吁大家赶紧买美国债券，这美国债券是个好东西呀，债券供不应求了，卖完了以后你们就没有赚美国债券的机会了。买不到了，所以呢，现在赶紧抓紧机会买吧。那这个美国债券卖完了以后，美国的资产负债率也就会下降了嘛。这些举动啊，你们看啊，加息是不是加强了国家资本的吸引力？货币紧缩是不是降低了民间的购买力？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政策了以后能想到些什么？那就是美国是真正的要搞国进民退了，也要走中国的这条路了。如果说国家的资本变强了，民间的资本变弱了，那么官僚阶层的控制力就会更强。之前我的朋友阿猫说过，美国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美国这样做是可以提高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并且呢，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变强了以后，美国的权力变强了以后，它就可以解决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大，美国现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但是面具人，我不是这么认为的。你们去看看中国的国家实力强不强？中国的官僚阶层的权力大不大？中国的国家资本强不强？然而呢，中国的贫富差距，你们去看看。中国的这个教育资源分配有多么不公平，中国的愚民教育有多么的严重，你们可以去看看啊。如果说所谓的国家资本强大了，国家权力强大了以后，会变成中国这个样子，那面具人我觉得还是美国现在这个样子更好，对不对？为啥？我告诉你，国家资本是不能跟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灾难，就会像中国这样，
国家权贵性资本啊，是呀，国家强大了又能怎样？老百姓苦不堪言，跟牲口一般。你们要记住，为啥国家资本和国家权力不能结合在一起？资本必须掌握在民间呢？因为人的贪念和欲望是无止境的，权力也必须要制衡。如果说权力和钱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那不就完蛋了，对不对？至少人家民间资本家之间还有竞争，还有这个互相的抗衡，他没有绝对的公权力。可是如果你有绝对的公权力，你再控制资本，那你这成啥了？你不就成上帝了，对不对？资本加权力就是无敌。所以说阿猫，如果你相信国家权力资本能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那我就觉得你还是混社会混得不够。民间资本结合权贵资本，起初民间资本还能够尝到点公权力带来的便利和甜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权贵们就会利用公权力吸收掉民间的资本，吸收掉民间资本权利，而形成国家权贵资本主义。这种玩法最好也就是像台湾现在那个样子啊，天天洗脑愚民，然后嘞，权贵结合资本去垄断，让底层人呀，除了被洗脑也没啥上升通道，对不对？台湾现在的本质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对权贵来说绝对的好。所以呢，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们也就能想明白了。再退一步来看，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中国停电的事儿。中国停电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没钱了，没有煤炭了，而是因为停电了以后，很多工厂、很多企业就会停摆，就会被迫减产。那么减产了以后呢，就会导致很多小企业做不下去，顺便呢就能淘汰掉抗压能力差的中小型企业，然后呢把他们的这个残肢尸体收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对大企业来说，减产了以后，这个外贸货物的成本就会变高，就包括中国现在啊，中国的苹果工厂都已经被限电减产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抬高西方的货物成本，通胀压力。你看，中国有了权力以后，又控制了资本以后，他就想怎样就怎样。所以阿猫，我告诉你，共产党聪明得很。为啥他要说抓紧钱袋子，抓住枪杆子？权力和钱，是不是？枪就是权力啊，钱袋子就是钱，抓住这两个东西，可保他千秋万代，对不对？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所以你说啊，美国如果走这条路，对美国的民生来说是一个好事儿，那我就告诉你，现在这些贪婪的人都不愿意去建设美国，把美国的这个贫富差距减小，你更别说那些人有了公权力以后了，他们就更无法无天了，这些老百姓就会更惨，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确保，你也没有任何的法律和力量去钳制这些权贵资本主义官僚，他们会去为人民服务，他们会愿意把自己口袋里面的钱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可怜人，现在都不愿意，以后呢，有了绝对的权利以后，就更不愿意了啊，知道吗？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详情你可以参照一下，看看中国。中国的官员有了权力以后，他们是不是就想怎样就怎样？对外对内虽然说有着强大的竞争力，对不对？他们的官员也有着无上的权力和资本，但是呢，老百姓过的是啥样子，对不对？虽然说这个中国的绝对的控制力、统治力是目前民主社会不具备的力量，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摧毁民主根基的一个理由。如果说这个东西需要理由的话，那就是这些权贵们想要这些力量，想要这种绝对的资本和统治力。所以说，美国的官僚、美国的权贵想走这条路不奇怪，人性本恶，以后全世界的民主社会都会走这条路的，不信咱们走着瞧。既然一个国家的权贵们都决定这样做了，其实老百姓们的想法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国有资本、央行的吸引力增加是必然的，国有资本打压民间资本也是必然的。你们看图，
美国为加强加密货币监管铺路，稳定币被重点关注。拜登总统也放话了，要严打稳定币，就是 USDT、USDC 这之类的东西。那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消息是利好呢，还是利空呢？你们怎么看？留言告诉我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呀，如果说要严打加密货币的这个稳定币的消息放出来了以后，就会导致稳定币下跌。那么稳定币下跌了以后，很多人他也就舍不得把自己的稳定币去变现，但是呢，也不能说留着这个稳定币就让它下跌。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很多投资者们把稳定币被逼投进币圈，比如买成以太坊呀，或者换成蛋糕币呀、其他的币之类的，比特币，对吧？所以说，这种政策会把很多稳定币逼进币圈，尤其是那些闲置的稳定币。所以说，这个政策会导致涨还是跌，说不清楚。现在的局势太复杂，为啥我说不清楚是会导致涨还是跌？你们再反过来想一下啊。凡事要看它的两面性，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政策导致空的概率还有可能会更高。你们想，如果说用这个政策把大家的稳定币赶进到了币圈里面，然后嘞，这些庄家就可以一波砸盘，把大家的钱都套进去了，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常规的操作，对吧？牺牲韭菜嘛，他们有权利，他们有大数据，他们有能力掌控全局，这就是我说的资本家权力是非常恐怖的，让老百姓毫无抵抗能力，只能跟个傻逼一样被割韭菜啊。那么具体会出现拉盘还是砸盘啊？我们还要看一看中美之间到底是个什么玩法。国际局势风云万变，他们的策略也互相在变，也有可能看习近平联合拜登，就把自己的美国韭菜也给割了，一次性玩到底，对吧？反正我是权贵，我捞完了，这一票我发大财了，对不对？我成为习近平的这个铁腿子啊，两个最强的国家联手，对吧？割韭菜，割完美国，割欧洲，割完欧洲，割日本、台湾，对不对？到处都能割，这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呢，我们纵览这一系列的政策呀，所有的政策你看一下啊，都是有利于这些官僚阶层的，但是呢，对咱们这些散户韭菜都是非常残忍的，对不对啊？这些政策说白了就是为了割韭菜嘛，对咱们这些民间金融的玩家来说确实不太友好。我告诉你，美国接下来可能会经历像中国这几年在干的整顿民间资本，整顿民间金融市场，把那些什么民间的投资呀、民间的借贷呀、民间的这个机构呀、理财呀，全部给你打死啊！只留这种央行能干投资理财借贷的这种生意，这些生意以后只能由政府来做，这些钱只能由政府官员来赚。那么这样就会导致社会的阶层分级会越来越明显，权贵富人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阻止穷人翻身赚钱。这是不是就印证了面具人我长达1年多以来一直在给大家说的，全世界在右转，在走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啥？保守主义就是老子我有权利，我要保守我的权利，我凭啥把我的钱把我的权利分配给你，对不对？这就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在原来在那个法国革命的时候叫做保皇派，保皇主义，听懂了没？只不过现在这个词儿用的更加温和一点，叫做保守主义。咱们华人都喜欢支持保守主义，那这个是因为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因为华人都是皇民思想，都是始终被皇权统治的，包括台湾人、香港人也是一样的香港人这就是三姓家奴嘛，被这个统治完，被那个统治。台湾人嘞，表面看是民主，实际上呢，你自己看一看台湾现在是不是权贵治国，是不是根本那些底层的小韭菜就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和空间，让你吃啥你就吃啥，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对不对？我告诉你们，全世界的右转保守化会进一步加重，加息只是一个开始。而在这种背景下，什么民间资本呀、民间的币呀、民间的理财产品呀，会通通的被打掉，或者是被政府强监管。你只能在这种夹缝当中
拼出来，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稳定自己的根基啊，让自己不在这种时代的潮流当中被冲刷到社会底层。所以你现在是比你这辈子任何的时候都要有理由去拼命的赚钱。如果你在这个分水岭赚不到钱，分不到田地，那你的儿子子孙后代就会世代为奴。我不是夸张啊，我真不是夸张。你自己可以去静下心来，冷静的去想一想，现在的社会发展是不是在朝这条路走？这些权贵们控制着医疗、教育、养老、媒体、社会名嘴、大数据、资本、权力，你有啥？他想咋给你洗脑就给你咋洗脑，对不对？就像台湾现在的这些绿区，他们自己有脑子吗？他们脑子里面想的东西是他们原发性的要想的吗？还是说那些权贵官员给他们灌输的，给他们洗脑的，让他们去想的？你告诉我，他们的行为是受他们自己控制的，还是说被这个大数据、被媒体洗脑控制的？你的孩子以后也会轮到那个下场，知道不？所以说你现在还不去提高你自己的认知力，提高你自己的财富阶级，那你以后就悲惨得很。我之前说过啊，在这种背景下啊，那些山寨币或者纯炒作投机性的币都会死，只有那些能够有实用性的币能存活啊，娱乐性也算是实用性。你像元宇宙 GameFi 是一个可以活下来的币种， DeFi 类 Swap 也是一个可以活下来的币种。不过这些领域以后也都肯定会被中央强监管，那是毫无疑问的。韭菜只有权贵能割，韭菜们之间是不能互相玩游戏的，韭菜能跟谁玩不能跟谁玩，要听主子说的算。给大家说个数据啊，9月29日 DeFi 全局数据显示，目前 DeFi 协议总锁仓量为 1768.3亿美元，24小时内增加了 2.62%。 你们看，全部总锁仓量一天内就增加了 2.62%。 看到这个增幅没？是不是印证了面具人一直在给你们吹哨的 Swap DeFi 将会迎来暖流， DeFi 的前景不可限量，对不对？因为只有 DeFi 这种有强大被动收益的产品才能够媲美那些加息后的央行理财产品，对不对？相比于这个民间信用，很多人他就是信这个国有信用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民间的这个共识大，或者说是利润诱惑更大，那也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被吸引过来，这才能形成抗衡。当然了，国家以后也会接管这一块的，但是呢，我们要提前站住这个坑，对不对？任何生意都是第一个吃瓜的才能选到最好的瓜。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元宇宙的各种概念股也都在上涨。是不是让面具人我长期以来就说准了，元宇宙 GameFi 和 DeFi 这些领域才是真正有未来投资价值的领域，并且呢，这两个领域面具人我还有2张跨时代的王牌还没有打出来呢。可惜啊，现在还不是时机，因为我身上有一定的这个协议限制啊，我现在不能提前的透露一些消息，否则呢我会被告得倾家荡产的。等我消息吧。但是呀，等我打出来这2张牌的话，到时候又会掀起一阵不亚于 AXS 的狂潮。大家也都知道 AXS 的中文推广是我做的，你们去看看啊，中文圈子里面只要是玩 AXS 的，玩 AXS 的，几乎没有不认识我面具人的，并且呢 AXS 第3大盘 AXS 几十倍的传奇涨幅，也是我面具人一人之力把它从中文市场里面顶起来的，对不对？面具人跟 AXS 团队成就了这么一个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都在暴跌的时候异军突起的传奇神话，也算是厉害吧。不过呢，传奇还在继续，我手里面还有2张传奇性的王牌呢，还没打出来呢，你们别急，这个到时候我会在我的会员群里面提前公布的。好，咱们来继续说正题啊。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以太坊又销毁了1万多枚，
这个消息看起来算是个利好吧？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其实这个以太坊啊，只要在2800、2900的这个价位，你闭着眼睛进场都是赚的啊。然后呢，就是 Matic， 我昨天在我的会员群里面给出的 Matic 进场点位是 1.04 进场，稍稍的差了一点点。Matic 当天的极限低点是 1.043， 不过呢，24小时内 Matic 就涨到了 1.112， 这个浮动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去做一个波段，收益还是不错的，并且呢 Matic 的长期前景也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之前讲过的那个章鱼哥啊，我倒不是推广啊，我自己玩，对吧？这个 Matic 啊，它是可以在章鱼哥的 Swap 里面质押赚取被动收益的，收益率还不低。那么具体的教程我也放在了我的会员群里面，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一些币的进场时机，以及占领我接下来的2款王牌项目的先机的话，请下载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剩下的话我们群里面再说吧。祝你好运，发大财，拜拜。